大家好，我是老罗。前段时间在我的木工群里边，有小伙伴问哈，如果我只有一个手提圆锯机，但是呢，我想做装饰条或者是框架，怎样才能切割出完美的90度或者45度角？那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简易的手提圆锯机辅助切割工具。其实，在做装饰条啊、踢脚线啊或者天花板线的，用一个斜切锯是最适用而且最安全的。但是对于不经常做木工的朋友们来说呢，斜切锯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投资。在这里，我假设需要制作这么一个切割辅助工具的朋友们，没有像台锯啊或者斜切锯这种大型的切割设备，所以今天呢，是从一个工具不多的角度出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制作这个东西的想法和过程。那在整个过程中呢，我还会分享我犯的一些错误，以及一些关于手提圆锯机的小知识。所以看视频喜欢快进的朋友们呢，这集你就先别快进了。那我们先说一下我们需要的工具。手提式圆锯机肯定是需要的，一个用来当做直边的东西。我用的是一个水平仪，一个三角尺，电钻或者冲击起子，有一个就行，两个更好。然后再来几个木工夹子就行了。好了，我们首先呢需要锯一个直边出来，然后在锯直边的时候呢，你需要拿一个已知的直边作为你的基准。比方说我是一般用这个一个水平仪，或者呢你有一个已经知道的比较直的木头，你也可以用，或者呢一块铁块啊、铁片都可以。首先我把这个板子固定住。斜切锯的底座这里呢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呢，就是这个锯片和这个底座呈90度的情况下，锯片所在的位置。如果你把这个锯片调整到和这个底座为45度的情况下，那么锯片的记号就是在这里有一个45度的标识。现在这条直线呢不一定直，但是也没关系，只要拿一个已知的直边放在这儿，然后给它固定住，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一个直边去锯出一条直的线了。好了，在这里想很快的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手提圆锯机的小知识。大多数的工具呢，比如说电钻呀，或者是曲线锯，是不分左右的。但是手提圆锯机其实是分左手锯和右手锯的。简单来说，如果这个锯片在机器的右边，那么它就是右手锯，适合给习惯使用右手的人使用。反之，如果这个锯片在机器的左边，那它就是左手锯了。相信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了，老罗不对呀。如果这个锯片在机器的右边，然后我用右手拿这个锯的话，当我在锯东西的时候，我需要这么伸着头才能看见这个锯片在哪儿啊？这里就要涉及到一个常见的误区了。在使用手提圆锯机的时候，你的眼睛需要看的并不是你的锯片。我们知道手提圆锯机的主要用途是锯一条直线，但是在锯直线的时候，眼睛盯着锯片或者是你画好的那条直线，对你锯出来的线直不直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你需要确保的其实是你的圆锯机是否时刻靠在它依靠的那个直直的挡板。换句话说，我们确保手提圆锯机经过的地方是一条完美的直线，那你锯出来的一定就是一条完美的直线了。这里可能有人会说哈，我是一个习惯使用右手的人，但是如果我的锯片在左边的话，那我可以同时看到挡板和锯片，这样不是更好吗？其实这句话是没有错的。不过大家看一下我刚才的片段就能发现，手提圆锯机在锯东西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木屑和细尘。如果我用左手使用右手锯的话，那么锯片呢就会在我身体的内侧，锯出来的木屑和细尘呢不仅会飞到我的身上，也会大量的进到我茂密的秀发，甚至更容易的让我吸到肺里。再有呢，就是从安全角度出发，手提圆锯机在操作不当的时候会反弹，这种时候呢，锯片在身体的外侧要比锯片在身体的内侧安全多了。好了，现在我知道呢，这一条边肯定是直的，画一个记号，这样的话呢，我就知道这边是直的了。好，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利用这一个直边和一个三角尺，锯出一个和这个边呈90度的另一个直边。好了，现在呢，这是我的已知的直边，然后这个三角尺呢，直接放在这儿，这样沿着三角尺这块锯出来的边呢，肯定就是和这个边呈90度的一个直边。
好了，下一步呢，我们需要找一块板子。这个板子呢，至少要比这个手提圆锯机的底座要宽上一些。我这个底座呢是6.5英寸。如果我找一个，比如说9寸宽的板子就差不多了。好了，我找到一块破板子，这个板子呢是半寸厚的板子。然后这个当底座的板子呢，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短边必须得是直的，这样呢待会儿安装起来就比较方便了。其余的这3个边呢，直不直其实都无所谓。好了，现在我呢就需要，在短边锯出一个直边出来。好了，我的这个锯呢，最深的深度是差不多2.5，然后刚才呢，这个锯底下的这个挡板是半寸，也就是说锯的这个底板和底下这个垫板之间呢，最高我有2寸的空间。但是其实说实话，如果你用手提圆锯机在一块木料上想锯出一个完美的2寸宽的或者任何宽度的这么一个木条的话，其实不是很容易。原因呢，是因为你需要利用一个直边才能锯出一个直线，但是你的直边呢又必须保证和你木头的直边成一个完美的平行状态。当我们用一个直边的时候，要想让这个直边和木头的边边完美的平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无论怎么着测量，你的尺子上也会有一些这个刻度上的出入，所以你真的不是很容易说我能完美的让这个直边和它平行。如果你不能保证你的直边和木料的边边成平行的状态呢，那你很有可能锯出来的是一个锥形。换句话说，就是一边可能确实是2寸，但是另外一边呢可能是2.1啊，或者是1.9都有可能的。所以为了方便呢，我刚刚好用以前做东西剩下的这个 2x2。实际尺寸呢差不多是1.5乘1.5，而且这些东西呢，它其实很直，我们用这个就好了。好了，这个呢就是刚刚的那块木板，这儿是一个直边，这儿是一个直边，这2条边中间成90度，我要把它翻过来，这样。好了，我们现在已知呢这个边是直的，然后我这里呢还有一个 2x2，这边是直的，我就可以把它立起来。2x2呢也可以这样放着。这2个放在一个平面上，这样我就能保证这一个面是完全平着的。然后呢，我从后边打几个螺丝把它固定住。为了这个固定的更加牢固，我先抹上一点胶水，然后呢，就把它放在这儿，把它立起来，在一个平面上。这样呢，就保证这个平面和这个平面在一个平行线上。不放心的话呢，还可以再拿一个平面再看一下，确实是都在一个平面上。这一步呢其实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需要的呢就是这一块木头和这块是在一个完美的平行线上，也就是说它和旁边这个90度的这个关系是完美的90度垂直。再利用这个三角尺做一个最后的审核。好了，当我们确认它完美90度以后呢，就可以用螺丝从底下把它固定住。好了，前面这个挡板固定好以后呢，后边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垫高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即使你这个歪歪扭扭的把它放在这儿，都没什么关系。所以后边这个呢，几乎没有任何对精确度的要求，你只要保证说它和前面的这个高度是一样的就可以了。那这里我又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下面的这个横梁太长了。因为我在锯45度斜角的时候，材料呢需要从左边这么着斜着上去。如果底下的这个横梁太长了呢，这个材料就会被挡住了。所以由此可见哈，做木工之前还是要好好画图，上学的时候呢也要好好学习数学和几何。好了，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锯的底座的垫板放在上面就可以了。刚才大家应该记得，我们锯了一条保证是直的边儿。这个直边呢，要和前边的这个直边成完美平行状，这样就好。后边无所谓，前面必须得保证完全平行。出于美观呢，我刚才把后边这个多余的部分给锯掉了，这样就好看多了。然后呢，这边放点胶水。好
好了，我们要保证前面这一个直边和这个边呈完美平行状。可以拿一个木板，这样比一比，保证前面这块是平行的就可以。这一步呢，一定要多花一些时间来保证你这里边确实是平的。如果你这里边要有钉枪的话呢，其实是更容易，你直接啪啪啪啪打几个钉子进去就行了。不过今天的分享呢，我们假设大家没有钉枪，只有一些比较基本的这些工具。好了，下一步我们要把这个锯放在这个底座上面，然后呢，我们要保证锯的前端和它成为完全平行。好了，找好位置以后呢，我们要在锯的两端加上2根小木条，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保证这个锯在运作的时候是一个直线的这么一个运动方式。这在固定一个导轨的时候呢，可以先打一个螺丝，然后再调整这个方位。现在调整一下方位，保证这个锯前面是平行的。这个方位调好以后，好了，固定好一边，再固定另外一边，就齐活了。好了，下一步呢，就是给这个锯台开一个刀口。这里我犯了一个错误，应该在开这个刀口之前，把这个看材料的洞先钻好。如果先开刀口再打洞的话，刀口在这个洞的中央打洞会非常吃力。好了，这个刀口开完以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锯片的深度再加深一下，在这个最底下的这个板子上再切一刀很浅的槽。这样呢，我们在切割真正的材料的时候呢，就知道这个锯片经过的位置到底是在哪里。这里我又犯傻了，锯片底下刚好有一颗螺丝和锯片碰撞出火花，所以大家在用螺丝固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螺丝的位置。好了，最后呢，我们可以在这儿开一个洞，这样的话呢，从上面就可以看到底下这个锯片经过的位置到底是在哪儿。那刚才说了，应该是先打洞再开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先开槽再打洞会有多搞笑。这种情况需要把钻头稍微倾斜一下，咬进去木头以后再正过来。好了，从这个洞我们就能看见这个锯片经过的方位在哪儿。这样在当我们放材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材料的记号放在这儿，切出来的长度肯定就是我需要的尺寸了。其实有了这个切割辅助工具以后呢，如果你需要把很多根材料切成同样长短的话，就方便多了。首先你需要把这个切割辅助工具固定到一个平面上，这里我用了2个木工夹子，然后呢测量好你需要的材料，打一个记号，然后按照你打的这个记号，把它放到锯片将要经过的位置。最后在材料多余的这边放上一个挡块，这里我就随便用了一个以前做东西剩下来的木料，然后呢用2个木工夹子把它夹住。现在我就可以保证每次切割出来的长度都是一样的了，因为放入新的材料的时候，让它顶住那边的挡块就可以了。
好了，这个就是怎样用一些简单的工具制作一个简易的手提圆锯机切割辅助工具了。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对家里工具不是很多的朋友们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欢迎给我留言，也希望你呢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我是老罗 ，See you next time。